他死在宣和23年的冬天，死于一场缠绵不愈的风寒，死在庶妹宜修关切又哀痛的眼神里。再次睁开眼，却回到了宣和17年的夏天。窗外榴花正艳，一如他初嫁入王府那日。身边，宜修亲手端着一碗泛着甜腻杏仁香气的汤羹，柔声劝着：“姐姐，趁热喝了吧，这是妹妹亲自为你熬的。”乌拉那拉，柔则看着那碗汤，那曾经催他步入黄泉的汤，才明白自己那被千古传颂的纯元之爱，不过是他人釜底抽薪后留给他的一袭华丽的空袍。姐姐，怎么了？是汤羹不合胃口吗？乌拉那拉，宜修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温婉，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讨好。他见柔则迟迟未动，眼神里飞快地掠过一抹难以察觉的紧张，随即又被完美的关切所覆盖。柔则的目光从那碗精致的甜白瓷碗上移开，落在了宜修的脸上。这张脸，他曾以为是世上最亲近、最可信赖的。这张脸的主人是他一母同胞的亲妹妹，不是庶妹。一个庶字，隔开了云泥之别，也埋下了所有怨毒的根源。前世的此刻，他正因为出孕的喜悦而心神不宁，对这个庶妹的关怀感激涕零，毫不设防地喝下了这碗汤。此后，他的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太医们众说纷纭，只道是孕中体弱，胎气不稳。直到最后油尽灯枯，他都以为是自己福薄，无缘见到孩儿出世。直到魂魄离体，他飘在紫禁城的上空，看着宜修登上后位，看着他用纯元皇后这个不朽的牌位，囚禁了玄灵一生的念想，更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女子炼成自己的影子，再一一毁灭。他才从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中拼凑出一个血淋淋的真相。杏仁与桃仁相克相伐，微量长久，足以要了一个孕妇的命，不着痕迹。没什么。柔则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大病初愈的沙哑，却异常平静。他没有去看宜修，而是转向一旁侍立的贴身侍女秀夏。方才进来时，风有些大，吹得我喉咙发紧。这汤闻着香甜，但眼下喝，怕是会腻着，先放一放吧。秀夏应声正要上前，宜修却先一步按住了婉言，笑容激进，无懈可击。姐姐说的是妹妹思虑不周了。只是这杏仁酪讲究个火候，凉了便要腥气，失了口感。不如妹妹再去小厨房，给姐姐做些清淡的。好一个思虑不周，好一个再去小厨房。这是在试探，也是在逼迫。若他执意不喝，倒显得他不识好歹，辜负了妹妹的一片心意。在王府众人眼中，宜修这位侧福晋对他这位正福晋向来是恭敬谦卑，无可指摘。柔则心中冷笑一声，面上却漾起一抹极淡的带着病容的微笑。他伸出纤瘦的手，没有去接那碗，反而轻轻附在宜修的手背上。宜修的手指机不可察地僵了一下。好妹妹，你的心意我何尝不知。柔则的声音轻柔得像一片羽毛，拂过宜修的耳畔。只是我这身子，你也知道，素来娇贵些。秀夏，去将前儿皇额娘赏的那盒云顶雪芽取来，给妹妹沏一壶。这杏仁酪便赏给你和简秋分了吧。你们跟着妹妹忙前忙后，也辛苦了。这话一出，宜修的脸色终于有了细微的变换，将侧福晋亲手熬制的汤羹转手赏给下人，这是何等的轻慢与羞辱！但柔则的语气又是那样的理所当然，带着正是嫡妻与生俱来的不容置喙的权威。他是在告诉宜修，也是在告诉这满屋子的下人，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简秋的脸上已经透出几分愤愤不平，想说什么，却被宜修一个眼神制止了。宜修缓缓抽回手，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遮住了其中所有的情绪。
在抬眼时，他已经恢复了那副恭顺的模样，扶了扶身子。是，姐姐说的是妹妹的不是，竟忘了姐姐身子金贵，不宜用这些甜腻之物。那妹妹便不打扰姐姐歇息了。说罢，他端着那碗杏仁酪，领着简秋，姿态依旧优雅地退了出去。门帘晃动，隔绝了内外。秀夏端着茶进来，低声道：“福晋，您。”秀夏，柔则打断他，目光落在窗外那株开得肆意的石榴树上，眼神清冷如雪，传话下去：从今日起，我房里所有的吃食、熏香、药材，都必须经由你和赵太医2个人过手，其余任何人、任何名义送来的东西，一概不许入内。秀夏心中一凛。赵太医是柔则出嫁时，乌拉那拉家专门派来照料她身体的心腹。福晋此举已然是在釜底抽薪，将所有潜在的危险隔绝在外。是，奴婢明白。柔则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那若有若无的甜腻的杏仁味，像一条毒蛇，曾缠绕了他短暂的一生。重来一世，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风花雪月、琴棋书画的乌拉那拉柔则，他是踏着自己尸骨归来的亡魂。宜修、玄灵，还有那高坐云端将他视为家族荣耀妻子的姑母，所有欠了他的，他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亲手讨回来。晚膳时分，玄灵来了。彼时他还是宝亲王，眉宇间上没有后来95之尊的沉重威仪，却已自带一股破人的贵气。他踏入房门，一眼便看到倚在软枕上看书的柔则，眼中立刻泛起柔情与怜惜。身子好些了吗？太医说你只是偶感风寒，怎么脸色还是这般苍白？他走过来，很自然地坐在床沿，伸手想去探他额头的温度。柔则微微侧手，避开了他的触碰。一个极细微的动作，却让玄灵的手僵在了半空。他眼中的柔情凝固了一瞬，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与困惑。在他记忆里，柔则永远是温顺的、依恋的，像一只驯养的极好的波斯猫，只会用最柔软的姿态迎合他。他何曾有过这样疏离的闪避？王爷，柔则放下书卷，声音平淡无波，切身无碍，只是乏了些。这声王爷叫的也是无比生分。往日里私下独处，他总是唤他四郎。气氛出现了片刻的凝滞。玄灵收回手，状似无意地搭在膝上，掩饰了方才的尴尬。他打量着他，烛光下，他的脸庞依旧美得惊心动魄，只是那双往日里总像含着一汪春水的眼眸，此刻却清澈的有些冷，像冬日结了薄冰的湖面，望不见底。乏了便好生歇着。你素来不善打理俗务，府中诸事有宜修担着，你不必操心。玄灵的话听似体贴，实则是在不动声色的敲打。前世的柔则听到这话，只会觉得是丈夫的爱护，心甘情愿地将管家之权尽数交予宜修，自己则退回一方天地，弹琴作画，做一个不问世事的纯元。如今听来，字字诛心。是啊，他不善俗务，宜修却精于此道。一个负责貌美如花，扮演他心中的完美爱人；一个负责打理后院，为他扫清障碍。她们姐妹二人，在他眼中，或许本就是一体两面，各司其职的工具罢了。柔则的唇边勾起一抹极浅的弧度，像是自嘲。王爷说的是，只是妹妹要照料王爷的起居，又要打理何府上下的琐事，实在是辛苦。妾身虽愚钝，也该学着为妹妹分担一二，才不负王爷正妻之名。玄灵的眉头机不可见地蹙了一下，他不喜欢这样。他喜欢的柔则是天边的云，是画中的仙，是不染尘埃的。
他不希望他沾染上那些管家理事的俗气，那会破坏他心中那份完美无瑕的美感。胡闹！他的语气重了一分，你身子本就不好，何苦劳心费神？这些事宜修做得很好。是啊，妹妹自然是做得极好的。柔则顺着他的话说下去，语气却陡然一转，目光悠悠地看向他，好道：亲手为我熬制杏仁酪，明知我体虚，杏仁性华丽，稍有不慎便会动了胎气。这份好，妾身实在是有些受不起了。他没有大声指责，声音依旧轻柔，但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针，精准地刺入玄灵的心里。玄灵的脸色瞬间变了。你说什么？他不是傻子。柔则的话，加上他今日异于寻常的疏离，以及午后他听下人隐约提及柔则并未用那碗杏仁酪的事，瞬间串联成了一条线。王爷是聪明人，妾身说的是什么，王爷心中会没有计较吗？柔则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妾身只是觉得奇怪，为何自我有孕以来，身边围绕的尽是些与孕妇体质相冲的吃食熏香？是巧合，还是有人盼着我腹中的孩儿出点什么意外呢？他没有点名是宜修，却字字句句指向宜修。这是一种更高明的指控，将怀疑的种子种下，让玄灵自己去猜忌，去查证。玄灵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后宅阴私，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去想，尤其不愿想到这些烟杂事会与他心中纯洁美好的柔则沾上关系。此事本王会去查。他沉声道，语气里带着一丝被冒犯的愠怒，以及被强行拖入泥潭的烦躁。柔则却笑了，那笑容在烛火下显得有些凄艳。查？王爷想怎么查？是去质问妹妹，看她如何声泪俱下的辩解自己的无心之失，还是去查那些吃食，看最后能不能查出一个下人办事不利的结果？王爷，有些事是查不出真相的，只能防。他缓缓坐直了身子，目光灼灼。从今日起，我的饮食起居不劳烦妹妹费心，我要自己的人，用自己的东西，这一点还请王爷应允。这是他第一次用如此强硬的姿态向他要求什么，不再是撒娇，不再是请求，而是一种不容拒绝的宣告。玄灵深深地看着他，仿佛第一天认识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的妻子。他发现他那不染尘埃的仙子，似乎一夜之间从云端坠入了凡尘，并且长出了一身他从未见过的锋利的刺。这让他感到陌生，感到一丝失控，却又无可辩驳。好。许久，他从齿缝里挤出一个字：你想要什么，只管说。柔则要的便是这第一步的胜利，他要将自己从宜修的掌控中彻底剥离出来。这一夜，玄灵没有留下，他带着一身的疑云和不快去了书房，而柔则是在这隔绝了所有人的寝殿里，安稳地睡了重生以来的第一个好觉。梦里再没有那股甜腻到令人作呕的杏仁味。翌日清晨，柔则破天荒地主动提出要去给府里的老太妃请安，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老太妃是先帝的庶妃，无儿无女，在王府的地位颇为尴尬，平日里喜好清静，连玄灵都甚少过去。柔则更是自嫁入王府后，只在年节时节去过寥寥数次。秀夏有些不解，福晋，您身子刚好，何苦要去那种冷清地方？柔则一边由着秀夏为自己梳妆，一边淡淡道：正因其冷清，才看得清人心。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位在宫斗中失败，被发配到亲王府邸养老的老太妃，是他前世王死后唯一一个在他牌位前真心实意烧过一炷香，说过一句可怜的好孩子的人。他更记得老太妃曾在一次闲聊中无意间提起过一桩宫中旧事，
某位有孕的嫔妃，因长期食用一种看似温补，实则与她体质相冲的糕点，最终导致滑胎。而那糕点的方子，便是出自宜修的生母之手。当柔泽的身影出现在老太妃那有些萧索的院落时，不只是老太妃本人，连带着过来偶遇请安的宜修，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宜修的反应极快，立刻上前扶住柔泽，满脸关切：“姐姐怎么亲自过来了？你身子未愈，该好生歇着才是。若想给太妃请安，打发个丫鬟来说一声便是，太妃仁慈，定不会怪罪的。”这话听着体贴，实则暗藏讥讽。一来点出柔泽身体不好，不该乱走动；二来暗示柔泽此举多余，反而惊扰了太妃的清静。柔泽仿佛没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只是冲他笑了笑，然后转向主位上那位面容清瘦、神情淡漠的老人，规规矩矩的行了个大礼。柔泽给太妃请安，前些时日身子不适，未能晨昏定省，是柔泽的不是，还望太妃恕罪。老太妃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诧异，她抬了抬手：“起来吧，你是正福晋，身子又重，不必拘这些虚礼。”宜修见状，也连忙跟着行礼，姿态比柔泽还要谦卑恭顺。三人落座，一时无话，气氛有些微妙。还是老太妃先开了口，她看向柔泽，问道：“听闻你近来胃口不佳？”柔泽垂眸，轻声道：“是，许是天热，总觉得吃什么都有些腻。”哦。老太妃不紧不慢地端起茶杯，用杯盖撇着浮沫，哀家记得乌拉那拉家的女子体质多偏阴寒，早年你母亲怀你的时候，便忌食一切杏滑之物，杏仁、薏米之类，更是碰都不能碰。哐当一声轻响，是宜修手中的茶杯轻轻磕碰在了茶托上，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勉强笑道：“是，额娘在时是常这么说。姐姐体质随了嫡母，妹妹却是皮氏惯了的。”他特意在嫡母和皮氏上加重了读音，既是解释，也是在提醒柔泽和老太妃他们之间身份的差别。老太妃却像是没听见一般，继续对柔泽说道：“所以啊，你如今有了身孕，更该当心。那些打着滋补旗号，实则未必适合你体质的东西，还是少用为妙。有时候不是东西不好，而是人心难测啊。”老太妃说到最后4个字时，那双看似昏聩的眼睛却锐利如鹰隼，淡淡的扫了宜修一眼。宜修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帕子，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不明白，这个一向不问世事的老太妃为何会突然说出这番话来？难道是柔则在他面前告了状？不可能，他才刚来，根本没机会。柔则却在此时抬起头，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困惑与受教。多谢太妃提点，柔则记下了。说来惭愧，这些药理实善上的门道，我竟是一窍不通，远不如妹妹精通。他转向宜修，眼神纯然：“妹妹，往后还要多靠你帮我把关了。”这一刻，柔则的眼神清澈见底，仿佛真的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姐姐，在全心全意的依赖着自己的妹妹。可这话听在宜修耳中，却无异于公开的羞辱和警告。什么叫多靠你帮我把关？这分明是在说，我已经知道了，老太妃也知道了，你往后最好给我安分点。宜修强撑着嘴角的笑意，几乎要咬碎一口银牙。姐姐说笑了，这都是妹妹分内之事。坐在上首的老太妃将二人的神情尽收眼底，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冷笑，没有再说话。柔则知道他的第2步棋也稳稳地落下了。他不需要证据，不需要争吵，他只需要借一个更有分量的人的口，将那层窗户纸捅破一个极小的窟窿，
让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让宜修的每一份关怀都变成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他要宜修活在惶恐与猜忌之中，正如前世的自己。离开老太妃的院子时，夏日的阳光有些刺眼。宜修走在柔泽身后半步的距离，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妹妹，柔泽忽然停下脚步。姐姐有何吩咐？柔泽转过身，阳光为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让她看起来美得有些不真实。他看着宜修，轻声说：“宜修，我们是亲姐妹，不是吗？”宜修猛地抬头，眼中满是错愕与戒备。柔泽却只是笑了笑，那笑容里藏着他看不懂的悲悯与冰冷。是啊，亲姐妹，所以你的痛苦才刚刚开始。几日后，玄灵从宫中回来，带回一件东西，那是一匹料子，流光溢彩，触手温润，非丝非缎，在烛光下看，竟像是有融融的月华在其中流淌。这是蜀中新供的娇绡，一共也只得了2匹，皇阿玛留了1匹，这匹便给了我。玄灵的语气带着一丝献宝似的得意，他将娇绡展开，披在柔泽身上。我瞧着，正衬你的肤色，给你做件新衣，过几日宫宴上穿，定能艳压群芳。秀夏等一众侍女都看呆了眼，纷纷赞叹王爷对福晋的宠爱。柔泽的指尖抚过那冰凉滑腻的料子，心中却是一片沉寂。娇绡，他记得前世他死后，玄灵登基，后来他在一个叫甄嬛的女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将无尽的宠爱都给了那个女子，其中最出名的一件赏赐，便是用这娇绡为他裁制了一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西岩花蜀锦衣。原来竟是这样吗？他对她的爱，对甄嬛的爱，甚至对后宫所有女人的爱，都不过是一种可以复制、可以替代的模式。他爱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符合他心中标准的完美爱人的模板。谁能填进去，谁就能得到这份殊荣。而他乌拉那拉，柔泽是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模板。怎么不说话？不喜欢？玄灵见他神情寡淡，有些不悦。他期待的是他惊喜、娇羞、满心欢喜的投入他怀中的模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仿佛在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死物。柔泽抬起眼，将身上的娇绡缓缓退下，仔细的叠好，放回锦盒之中。王爷厚爱，妾身心领了。他的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只是此物太过贵重，以妾身之德，不敢僭越。而且妾身如今身子不便，于打扮上也无心力。这般天才地宝，若只为做一件衣裳，穿一次便束之高阁，岂不可惜？玄灵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本王赏你的东西，你说不要就不要？妾身并非不要。柔泽不卑不亢地对上他的视线，那双清冷的眸子里没有半分畏惧。妾身只是觉得宝物当用在实处。妾身听闻南边水患，灾民流离失所，朝廷正在筹集善款。王爷若将此物折价，或是献入宫中，由皇上充作赈灾之用，岂不比做一件衣裳更能彰显王爷的仁德之心？他的话说得滴水不漏，大义凛然，将一件奢侈品与家国大义、君王仁德联系在一起，瞬间拔高了格局。这让玄灵所有你不识抬举的怒火都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他能说什么？说他错了吗？他说的句句在理，甚至是在为他博取一个贤王的美名。可他就是觉得无比憋闷，无比烦躁。他想要的是一个会对他展露爱慕与崇拜的妻子，不是一个心怀天下的贤内助。你，玄灵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你何时变成了这副模样？满口的大道理，斤斤计较，再无半分往日的灵气。
灵气。柔泽轻轻咀嚼着这个词，唇边泛起一丝讥诮的冷意。王爷喜欢的是那个不知米价、不问世事、只会弹琴画画的灵气吗？可王爷别忘了，我是您的正妻，是这王府未来的女主人。若我眼中只有风花雪月，没有家国天下，将来又如何母仪天下，为您分忧？母仪天下四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玄灵耳边炸响。他瞳孔微缩，死死地盯着柔泽。这话太大了，大到近乎僭越，但偏偏又是他最想听到的。他身为皇子，对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怎会没有半分觊觎？柔泽的话精准地搔在了他内心最深处的痒处。他不再是他豢养的金丝雀，而变成了一个能与他并肩，甚至能在他前面为他照亮道路的清醒的同盟。这感觉新奇刺激，却又带着一丝被看透的危险。好一个为我分忧！玄灵忽然笑了，那笑意却未达眼底。既然福晋有此心，那这匹娇绡便依你所言。明日我便递牌子入宫，就说是福晋深明大义，愿为天下苍生尽一份心。他刻意加重了福晋二字，这是妥协，也是一种警告。他给了他想要的名，同时也在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柔泽平静的俯身妾身，谢王爷成全。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在玄灵心中的形象已经彻底颠覆。他不再将他看作一个需要保护和欣赏的艺术品，他开始忌惮他，而这正是他想要的。王府的夏日因为柔泽的深明大义而变得波诡云谲，娇绡一事传开，底下人议论纷纷。有人赞福晋仁德，有大家风范，也有人私下议论福晋此举是不是在敲打侧福晋管家不利，只知奢靡。宜修自然是后者，他一连几日称病，闭门不出。他想不通，那个曾经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草包嫡姐，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滴水不漏，招招都打在他的七寸上。他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柔泽不再是那个空有美貌和嫡妻名分的摆设，他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收拢自己的人心，甚至开始影响玄灵的想法。不行，绝不能再这样下去。宜修眼中闪过一丝狠厉，既然温水煮青蛙的法子不成了，那就只能行险招，一击致命。几日后是府中1月1次的祈福日，宜修病愈，亲自操办。他一改往日的奢华，将一切布置得格外素雅，以是为南边灾民祈福的诚心，博得了玄灵和老太妃的一致赞赏。祈福仪式过后，宜修无意间在花园里拦住了正要回房的柔泽。姐姐，前些时日是妹妹糊涂，惹你不快了。妹妹思来想去，实在是寝食难安。宜修说着，眼圈变红了，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妹妹知姐姐心善，定不会与我计较。这是妹妹亲手抄写的地藏经，一为腹中的孩儿祈福，二为南边的灾民祝祷，还望姐姐能收下妹妹这份心意。她捧着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经盒，态度谦卑到了极点。若在往常，柔泽若不接，便是不顾姐妹情分，不大度。柔泽看着他，目光平静的像一潭死水。他知道这经盒里一定藏着什么致命的陷阱。前世的他或许会因为宜修这番姿态而心软，但现在他只会觉得可笑。妹妹有心了。柔泽没有伸手去接，反而关切的看着他，看你脸色，病才刚好，怎么不在房里好生歇着？这抄经最是耗神，你这样不爱惜自己，若累坏了，王爷和我都会心疼的。他反客为主，将宜修的示好变成了不懂事，让宜修准备好的一肚子话都堵了回去。宜修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面上却依旧要维持着委屈又感激的表情。
多谢姐姐关怀，妹妹不碍事的。只要姐姐能好，妹妹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就在这时，玄灵的身影从不远处的月亮门后转了出来。他显然是听到了方才的对话。宜修的眼睛一亮，机会来了。他捧着金盒，膝盖一软，竟直直的跪了下去，声音带上了哭腔：姐姐，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可我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啊！求求你，看在同是乌拉那拉家血脉的份上，看在王爷的份上，不要再针对我了。他这一跪一哭，瞬间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嫡姐打压、忍辱负重的可怜人。玄灵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快步走上前。周围的下人也纷纷侧目，对着柔泽指指点点：“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柔泽厉声喝道，眼中第一次显露出怒意：“姐姐不原谅我，我便不起来。”宜修哭得梨花带雨，反而将经盒高高举起：“这本经书是我一片诚心，求姐姐收下。”他算准了，柔则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玄灵面前，为了维持自己贤良大度的形象，必然会妥协。只要柔泽一接，他后续的计划便能展开。柔泽看着跪在地上楚楚可怜的宜修，又看了看面色不善的玄灵，忽然笑了。他缓缓俯下身，没有去接那个金盒，而是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亲手将金盒的搭扣打开了。妹妹既是一片诚心，那我可要好好看看。金盒打开的瞬间，一股诡异的淡淡的腥甜味散发出来。里面并非只有经书，在经书的夹层里，赫然藏着一个用红线缠绕、写着玄灵生辰八字、心口处扎着一根银针的布偶小人。啊！简秋发出一声夸张的尖叫，这是什么？福晋，您竟敢行厌胜之术，诅咒王爷！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厌胜之术在皇家是株连九族的大罪。玄灵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看向柔泽的目光充满了震惊、愤怒和一丝被背叛的痛楚。宜修跪在地上，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得意的冷笑。结束了，乌拉那拉，柔泽，这一次你万劫不复。然而柔泽的脸上却没有半分惊慌，他甚至没有去看那个布偶，而是从经书下拈起了另一件东西。那是一枚小小的雕刻着一字的象牙丝印。柔泽将那枚丝印举到玄灵面前，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花园。王爷，您瞧，妹妹对我多好，怕我弄丢了这本她亲手抄写的经书，还在里面特意放了她自己的丝印做标记呢。花园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宜修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所有人的目光都从那个狰狞的布偶转移到了柔泽指尖那枚小巧精致的象牙印上。阳光下，那个篆刻的一字清晰的令人心惊。玄灵的视线如同一把利剑，从柔泽平静无波的脸缓缓移到跪在地上血色尽退的宜修脸上。他的声音低沉的可怕，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宜修，你来告诉本王，这是怎么回事？宜修整个人都懵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状况。丝印？怎么会有他的丝印？他明明检查过无数遍，那个经盒里只有经书和他精心准备的罪证。不是的，王爷，不是我。他惊惶的摇头，语无伦次，是他陷害我。这印章一定是他不知什么时候偷了去，故意放在里面的。我陷害你？柔泽终于笑了，那笑容冰冷而悲凉。他居高临下的看着宜修，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妹妹，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的私印向来由简秋贴身保管，我一个深居简出、不理俗务的病人，
是如何越过你满院子的心腹，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他的？还是说，你的管家之能已经疏忽到了连自己的印鉴都看不住的地步？这番话堵死了宜修所有的退路。承认印章被偷，就是承认自己无能，连带之前所有的精明能干都成了笑话。不承认，就等于默认这印章是他自己放进去的。简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住的磕头：“王爷明鉴，奴婢从未让私印离身。福晋，这是污蔑。哦，从未离身。”柔泽的目光转向简秋，带着一丝玩味的审视：“那我倒要问问，3日前你去银库支取这个月院的份例时，可曾将装着印章钥匙的荷包随手放在了外间的桌案上，自己进内库盘点了1刻钟的功夫？”简秋的磕头声戛然而止，他猛地抬头，满脸的不可置信。这件事他做得极为隐秘，福晋他怎么会知道？柔则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继续道：“那1刻钟足够做很多事了，比如取走一枚小小的印章。当然，也有可能是妹妹你自己在放入这个小人的时候太过紧张，不小心将随身携带的私印也一并落在了里面。毕竟做这种亏心事，手抖也是难免的，是不是？”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宜修的心上。他看着柔泽那双洞悉一切的眼睛，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他。他感觉自己在这位嫡姐面前，就像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囚徒，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算计，都被看得一清二楚。王爷，你信我！宜修放弃了辩解，转而拽住玄灵的袍角，哭得肝肠寸断。我与你夫妻一场，还怀着你的孩儿，我怎么会害你？是姐姐，自从她有孕以来，性情大变，一定是她容不下我。玄灵甩开他的手，脸上是混杂着厌恶与失望的复杂神情。他或许还会怀疑柔泽性情大变，但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枚丝印就是铁证。相比于柔泽这个病人有通天本事去偷盗陷害，他更愿意相信是宜修这个管家之人利欲熏心，自导自演了这场闹剧。够了！他低吼一声，声音里满是压抑的怒火：“乌拉那拉！宜修骄横善妒，构陷正妻，行厌胜之术，罪无可赦！来人！王爷！”宜修发出凄厉的尖叫：“拖下去！禁足于清止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半步。”玄灵闭上眼睛，似乎不愿再看他一眼。侍卫们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架起瘫软如泥的宜修。被拖走时，宜修死死地瞪着柔泽，那眼神里的怨毒，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柔泽只是静静地看着，脸上没有半分得胜的喜悦，只有一片化不开的漠然。闹剧收场，众人散去。玄灵疲惫地捏了捏眉心，他走到柔泽面前，神情复杂：“今日之事，委屈你了。”他伸出手，似乎想安抚他，柔泽却再次后退半步，避开了他的触碰。“王爷秉公处理，何来委屈之说？”他扶了扶身，语气疏离依旧：“妾身乏了，想先回房歇息。”说完，不等玄灵回应，他便在袖下的搀扶下转身离去。他的背影挺得笔直，像一株迎着寒风的翠竹，坚韧却也孤绝。玄灵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地上那个丑陋的布偶，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莫名的寒意。他赢了吗？他处置了犯错的侧福晋，维护了正妻。可是为什么他感觉自己失去的远比得到的要多？他感觉自己那个曾经只属于他的纯洁美好的纯元已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他完全看不懂的陌生的乌拉那拉柔泽。宜修被禁足，整个王府的空气似乎都清新了不少。
管家的大权，玄灵本想交给府里的几位老人暂代，等柔则身子好些再说。可柔则却一反常态，主动请缨。王爷，后院不宁，是妾身治家无方之过。如今妹妹犯错，妾身更不能置身事外。书房里，柔则的声音清冷而坚定，妾身不求插手府中所有事务，只求3件事。第一，妾身院中所有人的阅历、吃穿用度，由我自己的库房出，不必在京宫中账目。第二，所有往来妾身院中的人与物，必须由我的手令才能放行。第三，妾身想重整王府药房。前2条是彻底的自我封闭，摆明了不信任任何人。玄灵可以理解，毕竟刚经历过那样的陷害。但第3条让他皱起了眉头。重整药房，好端端的，为何要动药房？因为病根就在那里。柔则抬起眼，目光锐利如刀。王爷以为妹妹的手段真的只有那一个可笑的布偶吗？若非我提前察觉，命召太医将我平日所用的安神香、滋补汤方全部更换，只怕我腹中的孩子早就化作一滩血水了。玄灵的心脏猛地一缩。你的意思是？意思是药房里早就被安插了人手，他们懂得如何利用最不起眼的药材，炮制出最致命的毒药。今日是杏仁，明日可以是附子，后日可以是红花。只要药房还在他们手中，我就算把自己关在院子里，也防不胜防。柔则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玄灵的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后院的掌控是何等的无力。他以为的姐妹情深、琴瑟和鸣，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底下早已被阴谋的毒水侵蚀的千疮百孔。本王准了。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3个字。你需要什么人，什么权利，只管开口。本王倒要看看这王府里到底藏了多少魑魅魍魉。柔则要的就是他这句话。接下来的半个月，整个宝亲王府经历了一场无声的地震。柔则没有大张旗鼓的抓人、审人，他只是让赵太医带着2个从外面请来的经验老道的药行掌柜，以盘点库存、核对账目为名，将药房翻了个底朝天。一笔笔虚报的账目，一位位被偷换的珍稀药材，一个个被安插进来的背景可疑的药童，所有的线索都像一张无形的网，最终指向了被禁足的清止院，以及宜修背后那若隐若现的乌拉那拉家的影子。柔则将整理好的账册一言不发地放在了玄灵的面前。玄灵一页一页的翻看，脸色越来越青。当他看到柔则的安胎药中有一味杀人，屡次被替换成外观相似、药性却有细微差别的草豆蔻时，他握着账册的手青筋暴起。杀人安胎，草豆蔻性温燥，孕妇久服，轻则心悸不宁，重则不堪设想。这已经不是宅斗，这是谋杀。好一个乌拉那拉，宜修！玄灵气得笑了起来，他将账册狠狠摔在地上。本王真是小瞧了他，小瞧了你们乌拉那拉家。他看向柔则，眼中带着一丝探究。你也是乌拉那拉家的人？这件事你事先当真一无所知？他在怀疑他，怀疑他和整个家族是不是都在演一场戏给他看。柔则像是没看到他眼中的猜忌，只是平静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王爷，您知道妾身的母亲是如何去世的吗？玄灵一愣，他只知柔则的母亲那位嫡夫人是在生下次子后不久便病逝了，外人都道是产后失调，哀思过甚。柔则的声音飘忽的像一缕青烟，但赵太医告诉我，母亲的病与妹妹的生母当年日日孝敬她的那碗百合莲子羹脱不了干系。
百合安神，莲子清火，多好的东西！可惜我母亲体质偏寒，这2样东西对她而言无异于慢性毒药。玄灵的瞳孔猛地收缩。我与宜修从来都不是姐妹。柔泽放下茶杯，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也像是一声宣判。从他母亲害死我母亲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便只有你死我活。他终于向他露出了自己最深的伤疤和最锋利的爪牙。玄灵沉默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女子，忽然觉得自己从未真正认识过她。他爱上的或许真的只是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完美的幻影，而当幻影破碎，露出的这个真实、冷酷、带着满身伤痕与仇恨的灵魂，却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着迷。他发现，相比于那个只会对他微笑和弹琴的纯元，这个会算计、会复仇、会用最平静的语气说出最狠厉话语的柔泽，更能激起他骨子里的征服欲。他想拥有她，不是作为一件艺术品，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与他匹敌的女人。本王明白了。他走上前，这一次没有再试图去触碰她，只是站在她面前，用一种全新的、平等的目光看着她。柔泽，从今往后，这王府后院你说了算。秋风起，王府的格局已然天翻地覆。宜修被彻底废除了管家之权，形同冷宫，而柔泽则以雷霆之势肃清了府中所有的内患。他没有提拔自己的人，反而大胆启用了几个家世清白却因不懂钻营而被排挤的老人。他重立规矩，赏罚分明。不过1月，整个王府内院便风气一清，人人自危，再不敢有丝毫懈怠与阴私。他的手段看得玄灵都暗自心惊。他发现柔泽不仅懂风花雪月，更懂帝王心术。他深谙制衡与敲打之道，御下的本事竟丝毫不逊于朝堂上的那些老臣。这一日，宫中传来消息，要为皇子们选秀，一大批鲜嫩娇艳的少女即将涌入京城。所有人都以为福晋会对此事大为紧张，毕竟再多的宠爱也敌不过新人的笑颜。袖下为柔则梳理着长发，忧心忡忡的低声道：“福晋，您看要不要提前在王爷面前吹吹风？至少别让那些狐妹子。”柔则从铜镜里看着自己，腹部已经微微隆起，她的脸色依旧不算红润，但眼神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赌不如输。他淡淡开口：“王爷是皇子，将来更是，他身边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女人。与其严防死守，惹他厌烦，不如替他把好关，选几个有用的人进来。”有用？秀夏不解。性子温顺，家世清白，最好是没什么脑子，只懂得依附男人生存的。柔泽的唇边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这样的女人既能为王府开枝散叶，满足王爷的新鲜感，又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你说，王爷是会感激一个善妒的泼妇，还是会感激一个为他考虑周全的贤妻？秀夏听得目瞪口呆，他从未想过这种事还能如此算计。很快，第一批秀女的画像便送到了王府，由柔泽过目初选。他做得滴水不漏，他没有选择那些容貌太过出众，一看便有野心的，也没有选择那些家世太过显赫，背后牵扯复杂的。他选中的几个人都如他所说，温婉平庸，像一杯白水，解渴却无味。玄灵看着他圈定的名单，心中百感交集。你就一点也不在意？他忍不住问。柔泽正在灯下看一卷书，头也没抬。在意什么？在意王爷身边多了几个人伺候，还是在意我的宠爱会被分走？他抬起头，烛光在他的眼底跳跃。王爷，
宠爱是这世上最靠不住的东西。今日可以是我的，明日便可以是李氏、张氏的。我若将安身立命之本寄托于此，那与将房子建在流沙之上有何区别？那你靠什么？玄灵追问。我靠的是乌拉那拉，柔泽这个名字，是王爷您正妻的身份，是腹中这个嫡长子的地位。他轻轻抚上自己的小腹，眼中终于流露出一丝温情。这些才是任谁也抢不走的。只要有这些在，无论王府里有多少新人，我永远是这里独一无二的女主人。他的这番话冷静、理智，甚至残酷，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玄灵心中最后一道锁。他彻底明白了，眼前的柔泽已经不需要他的爱了，或者说，他已经超越了对这种虚无缥缈的情感的依赖。他要的是权力，是地位，是牢不可破的现实利益。而这恰恰与他身为一个帝王储君的价值观不谋而合。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真是太傻了，他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是否爱他而烦恼。对于他们这种生于皇家的人来说，爱是最无用、最危险的情感，利益和权力的结合才是最稳固的关系。你说的对。玄灵走过去，从身后环住他，下巴抵在他的发顶。这是久违的亲昵，却与从前充满了占有欲的拥抱截然不同。这一次更像是两个同盟者之间的相互取暖。柔泽，你果然是上天赐给我的贤内助，他低声说。柔泽靠在他的怀里，闭上了眼睛。贤内助？不，他只是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然后将所有亏欠他的人都踩在脚下。玄灵，你以为我们是同盟？你错了。在这场权力的游戏里，你也只是我复仇棋盘上最重要的一颗棋子罢了。清纸院，秋日的萧瑟让这座曾经精致的院落显得格外凄清。宜修瘦了许多，原本丰润的脸颊凹陷下去，衬得一双眼睛更大，也更显怨毒。他腹中的胎儿已经很大了，行动愈发不便，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灰败的死气。当柔泽的身影出现在院门口时，他正坐在廊下，麻木地看着满地枯黄的落叶。你来做什么？宜修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来看我的笑话吗？柔泽没有理会他的敌意，径直走到他面前。他今日穿了一件月白色的斗篷，衬得他整个人宛如月中仙子，与这里的破败格格不入。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柔泽的语气很平静，母亲的忌日快到了。宜修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抬起头，死死地瞪着柔泽。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想让你知道，我都知道了。柔泽缓缓蹲下身，与他平视，声音轻的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我知道那碗百合莲子羹，我知道你的母亲是如何一点一点耗尽了我母亲的生机。我也知道你的儿子，那个一出生便没了气息的孩儿，并非是我克死的。宜修的瞳孔骤然收缩，呼吸都停滞了。他最大的秘密，他心中最深的痛，也是他一切疯狂恨意的根源，他儿子的死。他一直对外宣称是柔则嫁入王府，冲撞了他的福气，克死了他的孩儿。他用这个理由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姑母，为他后续的一切阴谋找到了合情合理的借口。你胡说！他尖叫起来，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就是你，是你这个灾星！如果不是你，我的红辉怎么会死？是吗？柔泽的眼神里第一次流露出了怜悯。你真的以为凭我一个刚入府的女子就能克死一个皇孙？宜修，你比我更懂后宅的阴私。你真的没想过，或许是有人不希望你这个庶出的侧福晋生下王府的第一个儿子吗？
比如一个同样庶出，却因为生了儿子而爬上高位的嫔妃，他最怕的不就是另一个庶出的孩子会威胁到他儿子的地位吗？柔则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宜修脑中混沌的迷雾。他想到了那个在她怀孕时对她关怀备至的齐妃，齐妃自己便是侧妃扶正，她生的三阿哥一直被视作玄灵的长子。如果宜修生下儿子，论出身，论母亲的得宠程度，都将是三阿哥有力的竞争者。齐妃是齐妃，那个总是在她孕吐时送来开胃山楂糕的女人。山楂活血化瘀，孕妇大忌。不可能！宜修失神的喃喃自语，巨大的真相让他几近崩溃。他恨错了人，他将所有的怨毒都倾泻在了无辜的嫡姐身上，却放过了真正的凶手。他的一生，他的仇恨，都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你斗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到头来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把刀。柔则站起身，恢复了那种悲天悯人的神佛般的姿态。你以为你在反抗命运，其实你连自己的仇人是谁都不知道。宜修，你真可悲啊！宜修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他疯了一样的朝柔则扑过来，想要抓花他那张平静的令人憎恶的脸。秀夏和侍卫们立刻上前拦住他，柔则只是冷冷地看着在束缚中疯狂挣扎的宜修，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吧，我会让你亲眼看着我的孩子是如何平安出生，健康长大，继承他父亲的一切。我也会让你看着我是如何一步步走到那个你梦寐以求却永不可及的位置上。而你，乌拉那拉，宜修，只会在这清纸院里，在无尽的悔恨和绝望中慢慢烂掉。这就是你欠我母亲，欠我，欠那个被你当成棋子的红辉的最终的报应。说完，柔则再也不看他一眼，转身离去。身后是宜修由疯狂转为绝望的压抑的呜咽，他的精神在这一刻被柔则彻底摧毁了，这比杀了他更残忍。宣和24年的春天，柔则顺利诞下一名男婴，玄灵大喜，亲自为其取名弘俊，寄予了无限厚望。孩子的出生彻底稳固了柔则在王府乃至在玄灵心中的地位。她不再仅仅是那个美丽的纯元福晋，而是手握王府权柄，诞下嫡长子的无可撼动的女主人。她开始有选择的参加一些贵妇间的宴席，不动声色的为玄灵编织着一张属于后宅的人情网。她用她的智慧和手腕，将那些曾经只知攀比和争宠的女人们，变成了玄灵在朝堂之外的助力。玄灵对她愈发的倚重、欣赏，甚至敬畏。他常常在深夜来到他的寝殿，不为贪欢，只为和他说说话。他会跟他谈论朝堂上的纷争，会听取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看法。他发现柔则的眼光总是毒辣而精准，他的每一句提点都恰到好处。他越来越离不开他，这种离不开不再是少年时对美色的迷恋，而是一种成熟男人对灵魂伴侣和事业伙伴的深度依赖。他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最完美的相处方式。又是一个深夜，玄灵处理完公务，习惯性的来到柔则的寝殿。柔则还未睡，正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一轮明月。他的侧脸在月光下美得不似凡人，却又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在想什么？玄灵走过去，从身后轻轻拥住他。柔则的身子机不可察的僵了一下，随即放松下来。他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在想，若是没有这一切，没有这王府，没有这些算计，只是寻常夫妻，该有多好。玄灵的心一动，他以为这是他真情流露，心中涌起一阵久违的柔情。等将来我登上那个位置，天下太平，
我便陪你过你想过的生活。我想过的生活。柔则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带着无尽的苍凉。王爷，你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他终于转过身，看着他，那双清澈的眼眸里映着窗外的月光，也映着他错愕的脸。我想要的是宣和17年，那个还未嫁给你的乌拉那拉。柔则，他会为了一首好词而欢喜一天，会为了学一支新舞而彻夜不眠。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但他的心是满的，是暖的。而现在呢？他抬起手，轻轻抚上自己的心口，这里是空的。他赢了所有，却也失去了一切。他报了仇，却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冰冷的复仇者。他成了玄灵最完美的贤内助，却也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玄灵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他忽然意识到，他征服了天下，征服了朝臣，甚至征服了这位聪慧绝顶的妻子，但他从未得到过她的心。就在他想说些什么来弥补时，柔则忽然蹙起了眉，用帕子捂住嘴，发出了一阵极轻极细微的咳嗽。那声音像一根无形的针，瞬间刺痛了玄灵的记忆。他浑身一震，脸上血色尽退。这咳嗽声，这病弱蹙眉的模样，与当年那个在他怀中香消玉殒的纯元一模一样。他分不清了，眼前的究竟是那个已经死去的他记忆中的完美爱人，还是这个他敬畏又陌生的重生的复仇者？又或者他爱的从来都不是任何一个真实的他，他爱的只是一个可以被他随意雕琢，永远病弱，永远需要他保护的幻影。柔则看着他眼中闪过的惊慌、迷恋与熟悉的痴迷，缓缓垂下眼帘，遮住了其中所有的冰冷与嘲讽。玄灵，你看，我给了你最想要的纯元，而这场由我主宰的戏才刚刚开始。